最近深圳的房地产市场有点意思，政府打出了一套组合拳，说是要救市，结果倒好，房东们都吓坏了，争先恐后往外甩房子。这不，新政都快满月了，让我们来看看到底闹出了什么名堂。咱们先说数据，深圳特区报最近放出了一组数字，说是市场活跃度提升了。10月份前26天，新房网签认购量破万套，达到10030套，合计面积102.93万平方米，算下来每天卖出去390套，差不多4万平米。官老爷们说这是近年新高，多么了不起啊！二手房市场看着也挺热闹。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出来，10月7日到13日这一周，全市二手房成交2316套，环比暴增649.5%。再看下一周10月14日到20日，成交2106套，虽然稍微回落了点，但还是保持在2000套以上。但是且慢，这些数据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。我给大家爆个猛料，就在一个卖房平台上，短短1周时间，深圳二手房的挂牌量就疯涨了3119套。大伙儿还以为新政一出，房东们会坐地起价呢。结果倒好，这帮房东比谁都怕，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具体数据令人触目惊心。10月1日，深圳新增挂牌量高达880套，而成交量却仅有可怜的97套。第二天情况依旧不见好转，新增挂牌847套，成交量仍然低迷，只有98套。如果把时间跨度拉长到1周，这种巨大的反差更加明显，新增挂牌量猛增至3119套，而实际成交的却只有243套。放眼整个月度数据，情况更是惨不忍睹，新增挂牌量暴涨至15427套，而成交量却只有区910套。这种供需严重失衡的状况，足以说明深圳楼市已经陷入了深度调整期。贝壳平台的数据更是一针见血。10月1日是有482套房涨价，但是降价的更多，足576套。如果放大到整月来看，降价房源达到惊人的27504套，而涨价的只有3798套。这比分可不得了，降价房源都把涨价的给碾压了。诸葛找房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。新政第一天倒是热闹，成交了104套，但第二天就跌到14套，第三天更是惨不忍睹，只有8套。这些赤裸裸的数字告诉我们什么？深圳的房东们都慌了神，大家生怕手里的房子变成烫手山芋，抢着往外甩。这么多房源往市场上砸，供应暴增，可需求呢？买房的人反而在观望。要知道，这一轮深圳房价下跌，时间之长，跌幅之深，都创下了历史记录。有意思的是，我还看到一个现场案例。一个叫大官人的房产博主最近在深圳福田区看到个有趣的事。绿景红湾小区那可是深圳数1数2的豪宅区，地铁上盖，商业配套齐全。结果呢，一套2居室挂了整整2个月没卖出去，还是小区最低价。业主都快哭了，这房子的价格已经比当初买的时候还低了。这哪是什么金九银十啊，这分明是丑九怨十。新政势出来了，可市场的信心在哪里？房东们都在抛售，这哪像是回暖的样子，分明就是惊弓之鸟，纷纷逃命啊！这波新政来势汹汹，确实炸出了不少动静。一线城市纷纷松绑，广州全面放开限购，深圳也解除了外围片区社保要求。结果呢，市场是热闹了一阵，可更像是回光返照。且看这波行情有多热闹。北京住建委的数据显示，国庆后楼市确实回温，二手房日签约量冲到700-800套。10月8日到16日，短短9天，二手房网签量就达到6460套。
上海也不甘示弱，9月30日到10月17日，新房成交26万平米，比去年同期涨了40%，二手房成交10739套，涨幅更是达到80%。深圳这边更是闹出了2个日光盘。10月份截至22日，全市新房认购量达到8405套。二手房那边环比增长更是惊人，暴涨了649.5%。10月25日晚上，龙华宏发越建预府甚至搞起了通宵卖房，24小时不打烊。看到这些数据，炒房客们坐不住了。深圳作为楼市风向标，立马被盯上了。网上开始满天飞各种消息，外地买房团报买深圳房，某大 V 代客打包40多套，河北豪客一次性购买25套。一些自媒体更是喊出大牛市真的来了，明年深圳房价大涨的口号。但是且慢，让咱们清醒一点，这波热闹不过是政策刺激下的虚火。就像有人说的，这就好比吃了伟哥的亢奋，能持久吗？真实的基本面数据令人不寒而栗。GDP 增速持续放缓的同时，今年1至9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仅有 3.4%， 而民间投资更是出现了 0.2% 的负增长。住房供给方面更是触目惊心，全国现有6亿栋建筑中约4亿栋是住宅，如此庞大的存量换算成套数，简直让人不敢想象。人口形势同样不容乐观。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，到了2023年，这个数字骤然扩大到208万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人口减少的省份范围还在快速扩大，从2022年的13个省份急剧增加到了20个。这些数据无疑不再警示着中国楼市的寒冬远未结束，这些才是真正的硬伤啊！高房价和低收入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，老百姓的钱包早就被掏空了。黑天鹅事件之后，就业也不景气，收入也下滑，预期更是崩塌。你说谁还有力气接盘？回看这3年的救市政策，一次比一次力度大，可效果呢？一次比一次差。以前还能撑3个月，现在1-2个月就歇菜了。这次虽然来了个大招，估计也就能折腾到年底。更要命的是，美国大选这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还在前面。川普这个天选之子7月13日躲过暗杀，还获得了马斯克的支持，胜算越来越大。这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？大家心里都有数。现在的楼市跟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。第一，市场环境变了。黄奇帆说得好，中国 20% 的人口建了全世界 50% 的房子。你说这市场还能再疯吗？第二，需求变了。低线城市的人都在往外跑，高线城市的人买不起房。年轻人不愿意再背房贷，都在喊绝代佳人。第三，杠杆率变了。居民家庭的6个钱包都掏空了。从2021年开始，杠杆率就纹丝不动，说明已经到极限了。第四，宏观环境变了。记得以前虽然穷，但是大家对未来都充满希望。现在呢，世界秩序撕裂，内外交困，百姓连明天都看不清。放开限购、降息，说白了不是你可以买了，而是求着你买。但是没有经济复苏，没有就业改善，光靠情绪刺激能撑多久？就像我说的，经济兴盛带动房地产兴盛，那才是真的。现在这样反过来想靠房地产拉动经济，不过是在玩虚的。没有产业发展，没有就业增长，没有收入改善，楼市这艘破船又能驶向何方？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赤裸裸的现实。对老百姓来说，与其在这波虚火中冲动，不如再等等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，更不是用来吊命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大家觉得中国楼市还有救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
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真相。请帮忙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